爷爷，小猪碎成这样，真的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傻孩子，东西坏了不代表就成了废物，这叫金醋，用大漆粘结，再敷上金粉，记住，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林子轩，你在干什么啊？托尼老师已经在楼上等你了，你马上就要参加初赛了，你居然还躲在这个杂物间里弄这些脏兮兮的东西。妈妈，这不是泥巴，这是大漆。爷爷在教我修小猪。别弄这些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把心思放在钢琴上。爸，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今天有课，赶紧跟我上楼洗手。今天要是惹托尼老师不高兴，回头我再跟你算账。No， 小宝，你的情绪不对，把手拿上来，弹奏这首曲子需要的是专注和优雅。天哪，林女士，你快来看看！托尼老师，怎么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次了，你看看这孩子的手，上面全是不明痕迹，这根本不是在专注艺术。托尼老师，您听我解释，这绝对是个意外。是他爷爷刚才带他玩，才不小心弄脏的。作为市天才杯少儿钢琴大赛的评委，我必须这里严肃提醒你，如果小宝带着这样的手出现在赛场，评委的印象分会直接归零。这种散漫的习惯正在毁掉他考级的机会。今天的课没法上了，希望下次我来的时候能看到一个符合考级标准、干干净净的学生。带着您这些旧东西立刻离开我家！您是想让我儿子以后也跟着您一样，整天跟这些泥巴旧物打交道，耽误了大好前程吗？雅儿啊，这泥叫大漆，是千年不腐的国粹；这瓷叫汝窑，是天青色等烟雨的绝唱；这手艺也罢，这些东西太重，现在的你们确实接不住。接不住，林氏集团这么大的盘子我都能接管，我会接不住您这些旧瓷片儿？爸，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明天一早您就收拾东西回乡下老家吧。这间屋子我会立刻找人锁起来，为了小宝的未来，我绝不允许他再碰这些东西。好，我走。但这些东西不是破烂，是华夏的根。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今天到底想扔掉什么。小宝不哭，那个小猪存钱罐的碎片，爷爷给你留在玩具箱底下了。等有一天你能自己把那个小猪拼好，爷爷就回来接你。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爸，车费我已经付过了，司机直接送您回乡下老家。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会按时打到您的卡上。在天才杯结束之前，我不希望小宝接到会让他分心的电话。好，我知道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钱就不用了，我这把老骨头还饿不死。雅儿，孩子的心是肉长的，不是用来装点人面的机器，逼得太紧，弦是会断的。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的儿子，我自然会给他铺最好的路。上车吧。爷爷不要走，小宝听话，小宝每天弹10个小时钢琴，小宝不玩泥巴了，求求你别赶爷爷走。爷爷，我的小猪还没拼完。爷爷，小宝，记住那句话，万物皆有裂痕，别让心里的光灭了。爷，哟，
林总，听说您为了这次比赛下了血本，连托尼老师都请来了。不过我看你家孩子这状态，怎么像是在发呆啊？李太太说笑了，我家子轩这是在进行赛前的冥想，大师教的高级放松技巧。林女士说的对，小宝这1个月每天坚持高强度的封闭训练，今天她一定会展现出最专业的水平，拿下初赛第1。林子轩，妈妈为了你推了公司3个大项目，今天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记住，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听见没有？后台注意，下一个节目准备。音板、琴锤、杠杆原理，这个结构和爷爷教我的鲁班锁好像。下面有请12号选手林子轩。12号选手，请开始你的演奏。不对，这个力度不对，内部的音板有裂纹，琴锤的泥燃也磨损了，这里的结构松了，就像爷爷说的，根基不稳，声音就是虚的。停下，12号选手，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请不要在台上胡闹。林女士，这就是你说的冥想，他根本就不懂音乐，他在搞破坏，我的名声全被你毁了。林子轩，你今天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不是故意要气死我？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有多丢人？妈妈，你看，我找到了。白天比赛的那架钢琴，它的声音不好听，是因为里面有裂痕。我把这个模型拆了，才搞明白它的结构。如果用爷爷教我的燕尾顺，把内部的骨架重新加固，它的声音一定会变得非常完美。你居然把价值20万的限量版模型拆得当积木玩！损毛，又是损毛！你爷爷到底教了你些什么没用的东西？李阿姨，拿个袋子过来，把这满地的木块还有这些拆开的零件全部收起来，还有1楼杂物间里的刨子、刻刀也一起放进储藏库锁好，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拿出来。不要，妈妈，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削好的燕尾笋，这是爷爷教我的，求求你别收走。林子轩，你给我听好，你的时间是用来学习专业知识、培养艺术素养的，不是用来沉迷这些浪费时间的消遣。今天初赛的事情我已经够头疼了，从现在起，如果你再因为这些东西分心，我就把它们全扔了。喂，这个方案明天早上再发我一版。各位家长，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文化认同感，下周5我们园区将举办一场家族传承手工作品展。届时会有教育局的专家期望各位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准备一份能彰显底蕴的手工作品。园长，既然是彰显底蕴，那要求肯定不低。我家老李已经联系了海外的专业机械工作室，打算用最高级的进口材料，带着我家浩浩亲自组装一个复杂8音箱。哎呀，李太太真是用心，这做出来肯定跟艺术品一样。浩浩这次的作品绝对抢眼。听说上次钢琴比赛，子轩在台上太紧张了。孩子嘛，这次手工作品展，你可得把子轩好好准备，别又出什么岔子。老李太太费心了，子轩最近对建筑结构很感兴趣，我特意托人从海外定制了一套限量版的中世纪皇家城堡模型。这种培养空间逻辑思维的益智模型，比普通展示品更有教育意义。哼，到底是个拼装玩具，能不能惊艳全场，咱们下周5走着瞧。爷爷说，这叫汝窑，是火和土的魔法；大漆是树的眼泪，能把破掉的魔法重新粘起来，还要加上金粉，这叫非金聚磁法。爷爷，小宝快拼好了，
等小宝拼完，你一定要说话算数，回来接小宝。子轩，妈妈给你买的那个限量版模型，你拼的怎么样了？今天就是幼儿园的展览了，那个模型太大，一会儿我让司机帮你运过去。妈妈，那个城堡我不想带那个去。不想带？为什么？你知道妈妈花了很多精力才帮你买到这个模型吗？因为我有自己亲手做的东西。园长老师说了，要带能代表传承的东西。那个玩具是买来的，不是我亲手做的。这个才是我和爷爷的传承。林子轩，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开给我看。不要，妈妈会把它弄坏的。这是我亲手做的小猪，我要带它去展览。好，你觉得你弄出来的这些旧东西能比得上别人家精心准备的作品？你非要带这个去是吧？行，我今天就让你带。等你到了现场，看到别人的专业作品时，你就会知道你引以为傲的传承到底会不会闹笑话。各位家长，欢迎来到星空幼儿园家族传承手工作品展。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看到了许多极具匠心的杰作。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李浩小朋友带来的作品。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我家老李特意请了海外的独立机械师指导我们家浩组装的，几千个精密零件，寓意着严谨和传承，主要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工程思维。太震撼了，这精密程度简直就是大师级的工艺品啊！太精美了，李太太这件作品完美契合了我们双语幼儿园的国际化标准。等一会儿市局的专家来视察，这绝对是我们园区最大的亮点。林总，别总是站在后面啊！我听说您为了今天专门托人找了限量版的建筑模型，快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啊！林少爷的作品肯定比我们家这八音盒更有技术含量吧？林子轩，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你非要带着这个不合场面的东西来，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看来我们子轩小朋友的作品很神秘呀！来，子轩，把你的作品展示给大家看看吧。哎呦，林总，这就是你说的彰显底蕴的宝贝，这不就是一个拼凑失败的旧瓷罐吗？这上面涂的什么东西？怎么看起来这么不讲究？这拼接的线条毫无逻辑可言，拿这种没有经过专业指导的粗糙手工作品来参加展览，是不是太敷衍了？不是的，这不是废品，这是爷爷教我的，这叫汝窑，上面的金子叫飞金。爷爷说万物皆有裂痕，这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好了，林子轩小朋友，我们这里是注重科学和艺术素养的展览。李女士，我对你们对待展览的态度感到失望。今天下午，市局领导和国家博物馆专家就要来视察场地，如果让他们看到展台上摆着这样一件不符合标准的旧物，幼儿园的声誉会受到影响。李女士，鉴于这件作品完全偏离了我们的展览主题，请你们立刻将它收走。否则，我将不得不重新评定子轩小朋友是否适合我们园区的教育理念。林子轩，我给过你机会的，你偏要把他带到这里来，让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家不懂规矩，不分场合。妈妈不要，求求你，那是爷爷留给我唯一的宝贝，不要收走我的小猪。王园长，你们放心，我们林家绝对不会把这种不合场面的旧物留在这里。不要！我今天就把它摔了，断了你的念想。
那件东西，谁敢损坏分毫，我定要追究破坏国家级文物的法律责任。放下！你给我轻点放下！你要是敢伤了那玩意儿分毫，这是对国家文化遗产的严重损毁。哎呦，张局长，您和这位专家怎么提前到了？真是不好意思，这里有个家长拿了一件不符合展览标准的旧物来参展，我正让他收走呢，免得影响咱们的专业度。闭嘴！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是国博的赵老，不懂就别乱说话。这位老先生，这只是我儿子不懂事，用旧瓷片和胶水粘的一个物件。胶水？你简直是暴殄天物，荒唐至极！天青釉，真的是天青釉。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刚来。看着开片，看着包浆，这是北宋汝窑的珍品残片啊！哪怕是一小块指甲盖大小，也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见证。这位老先生，您别开玩笑了，什么北宋南宋的，这明明就是用黄色的涂料糊起来的，这工艺怎么能和我们家的高定机械八音盒比？无知，肤浅！你懂什么叫大漆吗？这黄色的不是涂料，是纯天然生漆与真金粉，百里千刀一金漆。这是华夏传承了几千年的国粹。你们再看这走线，生漆做底，真金凸面，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拼接，这是已经失传了整整60年的绝学——飞金镀瓷法。用无价的汝窑残片做底，用失传的飞金绝学做引，这哪里是普通手工作品？这分明是国家级的非遗重宝。王园长，各位家长，真正的家族传承，不在于用了多么昂贵的进口材料，也不在于多么复杂的工业机械，只有华丽的外表，却没有灵魂的堆砌，经不起岁月的沉淀。而这件作品代表的是华夏文明的坚韧。万物皆有裂痕，金属让裂痕开出花来。历经岁月打磨的手艺与心血，才是真正的底蕴。在它面前，任何浮华的包装都显得黯然失色。敢问是哪位大宗师的手笔，能将失传的飞金绝学运用得如此收获纯素？这位高人今天在现场吗？赵某人想当面请教。爷爷，这个小猪是我自己拼的，但是上面的金线和漆是爷爷手把手教我的。他说只要我拼好了，他就会回来接我。你做的？你爷爷教你的？孩子，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爷爷叫陆九鼎。陆九鼎，九鼎大宗师，原来他还活着，原来他没有隐退。孩子，陆老前辈现在在何处？国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物修复项目，苦寻了他整整10年啊！爷爷回乡下了，妈妈说爷爷教我的东西是不合场面的旧东西，会耽误我的前途。妈妈把爷爷的工具都锁起来，让爷爷走了。林女士，你不仅亲手赶走了一位国宝级的大宗师，你还差点亲手毁掉华夏传承的火种。你为了追求表面的光鲜和所谓的阶层，却抛弃了真正无价的文化瑰宝。你好自为之吧。林总，昨天幼儿园的事情在圈子里传开了，大家都在议论，说您不识真金。今天早上原本要和我们签约的3个大项目，对方都表示要重新评估合作风险。他们说企业的文化底蕴和眼界是合作的重要考量因素。荒谬！
简直荒谬！那个一直在乡下生活的老爷子，怎么可能是赵馆长口中的大宗师？这绝对是个巧合，肯定是他从旧货市场碰巧淘来的碎片。不可能，我绝不相信。如果他真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怎么可能甘心住在1楼的杂物间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林总，其实今天早上有一位自称是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人联系了我们，他叫吴钱。说昨天展览上的那个非金巨斧瓷存钱户，其实是他指导子轩少爷做的。你说什么？是他指导的？他说愿意当面向您说明。我就说嘛，我就说这中间一定有误会。快，立刻请他进来。林总啊，昨天的误会我听说了，赵老馆长认错了人，我实在是不忍心看林总您背负这等压力。半年前，您给子轩少爷报过一个高端的周末美学班，那其实是我名下工作室办的。我见这孩子有天赋，就在课后指点了他一些非金巨瓷的门道。那个存钱罐是我手把手教他完成的。可是小宝昨天在现场口口声声说是他爷爷教的。林总，童言无忌啊！您想想，您公公平时在杂物间里帮孩子打打下手，孩子分不清主子，觉得是爷爷陪着做的，自然就归功于爷爷了。他一个老人家哪里懂这些高深的传统技艺？对，这才合理。原来一切都是吴大师在幕后操刀。吴大师，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就说我林雅怎么可能看走眼？林总，现在真相大白了。我这次来其实是想谈个合作。下个月我牵头在市中心大剧院举办一场国际非遗修复大展，届时赵老馆长等重量级嘉宾都会出席。如果林氏集团愿意出资自助，作为活动的联合主办方，我不仅会在全网公开澄清子轩少爷是我的学生，还会将主展台留给林氏。到时候谁还敢质疑林氏集团的文化底蕴？一言为定，吴大师，合作愉快。前期赞助资金，我今天下午就安排财务对接。我要让所有人看看林氏集团真正的实力。林子轩，把那个存钱罐给妈妈。不要，这是爷爷的宝贝。你这个傻孩子，你被人骗了都不知道。你爷爷哪里懂什么手艺？这明明是吴钱大师教你的。爷爷，对不起，小宝没保护好小猪，你快回来吧，他们要拿你的宝贝去骗人了。了解，林总，上个月在幼儿园是我眼拙，您别介意。谁能想到您眼光这么毒辣，居然拿到了这场国际大展的联合主办权？以后咱们两家还要多在文化项目上加强合作啊！李太太客气了，我早就说过，我们林氏集团做事看重的是真正的文化底蕴，不像某些人把不入流的旧物当个宝。只有像吴大师这样享誉业内的真专家，才配得上我林氏集团的倾力赞助。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次大展的核心传承人吴钱大师。各位来宾，各位海外的收藏家朋友，今天我将向世界展示失传100年的非金铸瓷法。大家请看这件唐代的3彩残件，经过我耗费心血的生漆熬制与真金填补，已经重获新生。吴大师，我对华夏的传统修复技术非常敬仰。如果这件作品真的是用纯天然大漆和古法修复的，我愿意出高价收藏。不过，按照国际惯例，我的首席鉴定师需要当场进行微创材质检测，专业复核只会让结果更清楚。威廉先生，请按流程复核。林氏集团全程支持本次大展流程，林总的专业判断，大家有目共睹。当然，我林氏集团为吴大师的专业技术做绝对背书。Fraud! This is not natural lacquer.
这根本不是天然生漆，这是廉价的工业合成胶状物，上面的金粉也是工业铜粉。It will corrode and destroy the original artifact。这种劣质材料不仅毫无修复价值，还会严重腐蚀，彻底毁掉古董本体。Fraud！ 你竟敢用这种工业残器品来欺骗我，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不是的，这是因为这件材质特殊，我用了一点改良配方。荒唐！你个招摇撞骗的伪劣之徒！我刚才在台下看光泽就觉得不对劲儿，死板、浑浊，毫无大漆的温润可言。你不仅造假，你还在毁坏文物。假的。等等，大家看这件存钱罐，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非金尊司法，我的真技术全在这件作品上。林总可以作证，这是我手把手教林总的儿子做的。好啊，既然你说这存钱罐是你做的，那你当着全场专家的面说说，底漆如何调和，阴湿湿度控制在多少？飞金手法是扫金还是贴薄？这底胶当然是加了水调和的，然后放在通风处吹干的。滑天下之大稽，大限水机沸，必须在特定温湿度下，历经漫长周漏期才能完全固象化。没有几十年深厚功底，根本拉不出这样行云流水的一根线。林女士，你是这场大展的联合主办商，你刚才信誓旦旦地为这个骗子白书，我的法务团队会立刻介入，我们将终止与林氏集团的所有商业洽谈，并追究你们商业欺诈和违约的连带责任。你的前期赞助金1分也别想拿回去。不是我也是受害者，我被他蒙蔽了。林雅，商场如战场，眼光决定成败。你为了所谓的面子，连自己公公手里的真本事都认不出来，偏要拿重金去捧一个骗子。我们可不敢跟这种缺乏判断力的企业合作。爷爷不要走，这是爷爷的宝贝。原来他才是真的。威廉先生，求求你不要起诉我，我真的不知道吴钱是个骗子，我愿意用林氏集团的资源，尽全力弥补您的损失。林女士，这不是赔偿的问题，这是对艺术和信誉的亵渎。你们不仅违背了契约，还当众损害了传统文化的声誉。我会让律师团队追究到底，绝不撤诉。警察先生，请依法处理这起商业欺诈案。林雅女士，关于这场涉嫌欺诈的商业展览，请配合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哎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连真假都分不清，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林氏集团这回算是彻底信誉扫地了，以后谁还敢跟他们合作？妈妈别怕，爷爷来救我们了。保安在哪里？这是什么国际笑话？怎么连闲杂人等都能进专业展会现场？华夏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不容宵小之徒欺世盗名，更不容旁人在此轻视慢待。哼，好大的口气！那个骗子用化学剑剂骗了我。既然你说华夏的手艺不容轻视，那你倒是证明给我看，你们的传统修复界到底还有没有真正的绝技？这是我家族传承了100年的至宝，明代和田羊乳雕九龙细珠，可惜在早年间遭遇意外，碎成了7块。我走遍了全世界，找了最好的工匠，也用过最先进的技术，可到现在没人敢接手修复。如果你能用你们的传统手艺修好它，我立刻撤销对林氏集团的控告。我还愿意当众向华夏的非遗技术致敬。如果你修不好，你们就必须承担所有法律后果。爸，您别答应他，这不可能修得好的，您不要逞强了，会连累您的。拿过来。那是100年陈化野生大漆，还有那拿竹签的手势，难道？
天哪，他在干什么？不用仪器定位，直接凭手感粘合，角度只要错位0.1毫米，整块玉就全毁了。飞金眼匣，九龙归一，拿去看吧。不可思议，微米级的贴合，没有任何多余的缝隙，大漆和金粉的固化程度竟然如此完美，这才是真正的顶级艺术。大师，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华夏的非遗技术是值得世界认真珍视的文化瑰宝，此前的争议安排，我会立即重新沟通处理。金丝游龙走，一笔定乾坤，错不了，绝对错不了。徒儿赵怀生拜见九鼎祖师爷。师傅，国家重大文物修复工程苦寻您10年，您终于肯出山了啊！祖师爷，连国博馆长都要叫他师傅，我们刚才到底得罪了什么人？我嫌他手上的大漆脏，我把他赶出了家门。我把能救林家的真本事当成不合场面的旧东西。我到底亲手推开了什么？陆大师，您的技术是全人类的瑰宝，我愿意出资在卢浮宫旁为您筹办一场最高规格的个人非遗特展，并以行业最高的顾问年薪聘请您指导我的团队。只要您愿意割爱这件神作，或者收我为徒，我愿倾尽资源推广这项技艺。这位先生，请听我说几句。这块玉承载着一段很长的东方技艺，这门手艺也是一代代匠人慢慢传下来的。我今天出手不是为了争什么名声，只是希望这门老手艺能被更多人认真看见。东西你带走。至于拜师，我陆九鼎的门槛，只认臣的心传承非遗的骨气，不认外在的浮名。师傅说得好，这才是咱们华夏大国工匠的风骨。陆老，您慢走，我是张氏集团的。陆老先生，明天中午我想设宴向您请教传统文化，您看……让开吧，老头子，我闻不惯这满屋子的香水味儿，熏得人头疼。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把您赶走，不该看清您交给小宝的东西。您原谅我，别带小宝走。雅儿啊，你一直觉得把孩子送进所谓的贵族学校，用几十万的模型堆砌出来的就是底蕴，就是上流社会。可你看看今天这满屋子的宣泄，那个拿劣质材料骗你的吴钱，还有刚才那些落井下石的人，拨开他们身上昂贵的外衣，里面装的不过是随波逐流的虚荣。真正的底蕴，从来不是靠金钱堆出来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是印在血脉里的坚韧。你把能补天裂的手艺当成无用旧物，却把满是化学试剂的工业品当成宝贝。你今天砸碎的不是一个存钱罐，是你自己立足于世的根本。我那时候怎么会这么浅薄？我拼命追的体面，原来这么轻。小宝，跟爷爷回家，这里的风太浮躁，吹久了心就乱了。跟爷爷回家，学真正的真本事。我亲手把他们推远了。
林总，我看了行业新闻才知道，原来子轩的爷爷竟然是九鼎大宗师。天哪，林总，子轩今天的钢琴课我马上过去。为了表达敬意，我决定以后给子轩提供全额免费的高级辅导。不用了，托尼老师。林总，您别着急，我可以再帮子轩联系更合适的课程资源。我说不用了。从今天起，子轩不需要再用钢琴成绩去证明自己，更不需要用那些外在标签来包装自己，因为他已经有一位最值得信任的老师。妈妈，爸，公司的事情我已经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了，我也为我的傲慢付出了代价。以前是我被蒙了眼，我不求你马上原谅我，但我现在知道了，这门手艺，这个家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妈妈，你别扫了，手会疼的。妈妈不疼，妈妈以前弄丢了咱们家的魂儿，现在妈妈想帮你们把门一点一点找回来。扫地就专心扫，别把灰扬到我的气罐里去了。扫完了，去厨房把火升上。小宝说他想吃你包的荠菜饺子了。哎，我这就去。老陆家媳妇儿，村口来了好多看挂着专线牌照的越野车，天上还有直升机，连市里的负责人都跟着跑呢，全往你们家来了。师傅，出大事了！国家启动了水下考古重点项目，打捞出水了一件旷世奇珍，但是他现在的状态极度危险。慌什么？做修复的心不静，手必乱。说吧，什么物件碎成什么样了？陆老前辈，久仰大名，我是文物保护专项组的宋长明。这次事态紧急，这件国宝关乎我国海洋考古的一项重大历史空白。我们汇聚了全国的专家，甚至动用了超算中心进行结构模拟。检测结论一致显示，胎体非常脆弱，一旦离开稳定保存环境，表面结构就可能继续受损。啊！师傅，是大明永乐星宿九龙具，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青铜与瓷器结合的器女，它内部还包含了当时极其复杂的星象机械齿轮。它在深海沉睡数百年，水压和盐分已经彻底破坏了釉面。现在只要稍有震动，它就会像沙堡一样当场崩塌。陆老，最棘手的是，它的核心齿轮是由极其罕见的云铁打造，现代化学粘合剂一碰就会发生氧化反应。现在专家组不敢贸然动手，如果勉强介入导致碎裂，这损失谁也无法挽回啊！现代一切能精准算出材料的应力，这很好，但修复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光靠冰冷的数据，还得有了解传材料呼吸的胆识。云铁齿轮不适合化学胶，那天然大漆呢？陆老，您的意思是用大漆来稳住胎体？盐分侵蚀让胎体发脆，就从古法脱盐固胎开始。对，大漆固胎这条路我们怎么没想到？老祖宗能把它造出来，老祖宗传下的手艺就能把它护住。陆老，有您这句话，我们就吃了定心丸。
修复基地设在最高级别的绝密无菌仓，我会立刻调集全国最优秀的100名青年修复专家，给您当助手，全力配合您的工作。修复这尊九龙具，用的是古法悬丝微雕拼接法，人多手杂，反而容易扰乱漆面的固化节奏。核心工序，我只带一个人进去。陆老，那您看我如何？我参与过很多大型出土文物的修复，我保证只听您指挥，给您递工具。你的手掌骨骼已经定型，伸不进那2厘米的缝隙里去。我的核心助手只有他。什么？6岁孩子？陆老，这可是价值无法估量的重宝，您带一个6岁的小娃娃进无菌仓？陆老，我理解您想培养孙子，但这是极其严肃的国家任务，孩子的专注力。各位专家，我儿子叫林子轩，他虽然只有6岁，但从3岁起就在辨认大漆的质地。他的手指灵活度和对生漆湿度的敏锐感远超普通人。如果是别人，我不放心；但如果是跟着他爷爷，我相信他能完美配合完成指令。那尊九龙具内部的核心齿轮用的是失传的微缩玲珑榫，这种榫母结构极其微小，差一丝力道都可能伤到底子。我们需要在不拆卸外壳的前提下进行内部盲拼。你们这些成年人，谁的手能毫无阻碍地探进去？只有这孩子的小手能完成最细的末端配合。他对我的指令，小宝完成最熟。陆老，我主导意思是您掌大方向。他负责最纤微的卡扣闭合，缺一不可。我不怕，爷爷教过我盲摸手卯，我一定听爷爷的指挥，把那个大炉子修好。好，科学需要严谨，也需要突破常规的魄力。传我的指令，直升机准备起飞。特批林子轩小朋友作为陆老的专属小助手，加入重光计划特别行动组。我们立刻出发。陆老，这场修复是最高级别的全网同步直播，全国观众都在关注。海外考古界也在紧盯。您和小宝真的不需要穿防护服吗？这可是无尘环境。大漆修复讲究的是手感和温度，穿上防护服，手指的触觉就钝了，感知不到器秒微小的纹理变化。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自有它的道理。陆老，您干什么？那可是维持温湿度的维生系统，一旦关闭，云铁齿轮会加速氧化崩裂的。机器的撕水器养不住这件老物件。大漆要的是自然凝结的活气。天哪，这是失传的古法定湿箱，它燃烧时的水汽能模拟江南梅雨季湿度，对大漆固化有无可替代的辅助作用。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国家级大宗师！哇，这热度也太夸张了，已经冲到第1了。小助手进场，流程安排稳妥吗？先别急，陆老心里有数。赵老都认可了，肯定有道理。陆老，我们信您。小宝加油，稳稳跟着爷爷。爸，子轩，你们一定要平安，一定要成功，那是不能失手的国宝，也是他们必须一起闯过去的关。小宝，1号刮刀，3两毒漆，加1滴柏油。爷爷，7道。
这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缓冲计算，直接盲刮。他的手感握差竟然控制在微米级别，这种手上的功夫真是不可思议。我都没看清，他就已经稳住了。这哪是在修文物，这简直像在做艺术。大宗师就是大宗师，连孩子都配合得这么稳。师傅，出什么状况了？岩化腐蚀超出了预期，核心齿轮群已经彻底锈死。如果不把错位的那个主髓推回原位，外壳就无法合拢。一旦强行施压，内部结构就会彻底崩塌。那能用微型镊子把它复位吗？不行，陨铁极其脆弱，金属工具一碰就会碎。而且这个空腔的开口不到2厘米，成年人的手根本伸不进去。就算进去了，里面的结构也错综复杂，必须完全依靠手指的触觉。凭肌肉记忆，找到那个极微小的损眼。太难了，这种极限微操，就算是最先进的纳米机械棒，在非可视化状态下也极难完成。爷爷，我的手小，我能伸进去。你在杂物屋里教过我怎么闭着眼睛拼鲁班锁，那个洞我能找到。小宝，如果不小心推错了，这件老祖宗留下的重宝就会碎掉，你怕不怕？小宝不怕，因为我是爷爷的传人，传人是不可以退缩的。好，小宝，闭眼下指。小宝，心沉下来，指尖摸到地梁了吗？摸到了，爷爷，地梁上面有很厚的铁锈，滑溜溜的。往左3分，探一探天柱的虚实。天柱向右歪了一点点，卡在一个像燕子尾巴一样的缺口里。天哪，这怎么可能？这台超算花了3个小时才算出的数据，这孩子只用手指摸了一下就感知到了。他手部的触觉灵敏度简直比我们最新研发的微观探周还要精准。但是就算感知到了又怎么样？里面全锈死了，稍有外力，那根极其脆弱的承重轴就会瞬间断裂。这在物理层面上几乎是无解的。小宝，听爷爷的，大拇指垫在下面，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歪掉的天柱，千万不要用力推，用爷爷教你的缠丝劲，轻轻往上提一丝。爷爷，不行，缝隙太小了，手指展不开，而且它卡得好紧。快停下！内部结构不稳，陆老，快让孩子把手抽出来，小心卡伤手指。不退，老祖宗的东西就算卡死了也能化解。小宝，用你的小拇指指甲盖定损寻鞘，顶住它。顶住了，爷爷，我顶住了，它不动了。小宝，把手稳住，一丝一毫都不能抖。就是现在，玲珑飞行，推！爷爷进去了，那个燕子尾巴被我推进去了，严丝合缝，一点都不晃了。全体起立，向陆老，向我们国家最小的特级研究员林子轩致敬。动了，他动了，
主地承载力恢复了100%，内部星象齿轮开始自主运转。奇迹！这是现代科学与传统工艺结合的奇迹。仪器无法触及的盲区，一个6岁的孩子用一双手做到了。刚才那一声，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才6岁啊，真的把他救回来了。6岁盲摸榫卯，这一下肯定要全网刷屏了。这种传统手感太不可思议了，这不是运气，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真本事。我的好儿子，你是妈妈的骄傲。爷爷是对的，这才是真正的底蕴。你今天跨越的是整个历史的长河啊！好孩子，没给咱老祖宗丢脸。接下来看爷爷的了。骨架已正，血脉已通，开大气，拿真金。今天，老头子我的就让天下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飞金掩天裂。小宝，上走兽壕。今天爷爷就教你，咱们老祖宗是如何化残缺为大美。比道，爷爷加油！风来！飞金掩天裂，师傅竟然重现了这登峰造极的绝技。金色修复线几乎贴住了每一道裂纹，这样的修复控制力确实非常少见。向2位大师致敬，向华夏传统技术致敬，你们救回了世界级珍宝。这就是华夏的文化底气。小宝，你是妈妈最大的骄傲。妈妈，我把它修好了。我用爷爷教我的燕尾榫，把里面断掉的骨架全部接上了，没有用一滴胶水。外面的裂缝我用了金醋。妈妈，你看，它现在是不是比以前更漂亮了？漂亮，这是妈妈见过的全世界最漂亮的艺术品。对不起，小宝，妈妈以前弄坏了你的心血，你却用它给妈妈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妈妈不哭，爷爷说了，万物皆有裂痕。现在的妈妈心里已经开出金色的花啦。陆老，鉴于您在修复国宝中的定鼎之功，授予您特级非遗传承大宗师终身荣誉。同时，林子轩小朋友授予你非遗文化传承小使者荣誉称号。你是我们非遗传承未来的希望。我接下了，我一定会好好学手艺，把老祖宗的智慧传下去。谢谢各位的鼓励。这几天我把公司的事务都交接妥当了，资金全都捐给国家文物保护基金。以前是我被虚荣的圈子迷了眼，不懂得这门手艺的珍贵。现在我只想做他们爷孙俩的后勤部长，把这门手艺干干净净的传承下去。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外面的风光再好，也不如家里的烟火气暖人。走，咱们一家人回家包饺子去。呵呵呵呵。